我叫李佳佳，21世纪新时代社畜一枚，每天在格子间里为老板的梦想奋斗。直到有一天，计算机蓝屏的那一刻，我感觉世界也跟着蓝屏了。再睁眼，我竟然躺在一个晃晃悠悠的轿子里，身上穿着喜服，凤冠霞帔崇德，让我脖子差点断掉。这是哪个游戏公司的劣质全息体验？我的 PS5， 我的网速。旁边传来一个歇斯底里的男声，我循声看去，只见一个穿着新郎官服的男人正对着轿顶狂吼。我定睛一看，差点没当场背过气。这不是我们公司的死对头，隔壁部门的赵烨吗？他不是刚被老板骂，准备辞职的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跟赵烨异口同声地吼道。就在这时，轿帘被掀开，一个满脸堆笑的媒婆冲我们喊：新人到，快拜堂！王爷王妃，时辰到了！王爷王妃拜堂！我和赵烨再次对视，从彼此眼中看到了同样的震惊，同样的恐惧，以及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。我们俩被稀里糊涂的推进了洞房，屋子里红烛高照，一股子说不出的古代味儿。我挣扎着要去推门，我跟你说，赵烨，这绝对是个梦，我要立刻下线，我的外卖还没吃完。赵烨一把拉住我，压低声音：李佳佳，你看看外面那些人，穿的跟 cosplay 似的，表情还特别真实。我跟你打赌，这不是梦，这是穿越。我呆住了，穿越？这么狗血的剧情居然发生在我身上，还是发生在我这种连个小说会员都舍不得买的人身上。更要命的是，我们穿越的这对王爷王妃竟然是当朝最受宠的瑞王和他的正妃，而这个瑞王据说身子骨弱，所以大婚之后要静养，王妃则要贤淑持家，守好王府。那意思就是我们俩要假扮夫妻。我瞪大了眼睛，赵烨扶额，看这剧情8成是了。而且你看看这王府，连个 WiFi 都没有，我怎么跟外界联系？为了在古代活下去，我和赵烨不得不开始扮演王爷和王妃。问题是，我们俩的现代人思维跟古人的三观简直天差地别。第一天，管家递上账本，我看着那一堆毛笔字，头皮发麻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多毛笔字，还没 Excel 表格方便。赵烨，你会算盘吗？赵烨一脸崩溃。我一个程序员，会写代码，你让我算珠子？我怀疑这些账本都是用加密算法写的。管家小心翼翼地说：王妃王爷，这是本月的府内开销明细。第二天，膳房送来餐食，赵烨盯着盘子，满脸不可思议。这是什么？怎么这么多油？还有这鱼，没放酱油，没放醋，是白水煮的吗？我要吃小龙虾，麻辣味的。我在旁边崩溃，我要喝奶茶，半糖去冰。王爷，你能不能别把古代厨子吓死啊？厨子吓得跪了一地。王爷王妃恕罪。最搞笑的是，赵烨总是忘记自己的王爷身份。有一次，皇上派人来问安，太监弯腰行礼，奴才给瑞王殿下请安。皇上问您身子可好？赵烨一脸随意，嗨，没事没事，就是熬夜写代码写多了，颈椎有点不舒服。你回去告诉皇上，让他多注意身体，别老盯着奏折看，伤眼睛，还容易脱发。我差点当场晕厥。赵烨，你闭嘴，那是皇上。太监吓得浑身发抖，连连后退。奴才告退。我发现赵烨在古代简直是反向社交达人，他总能用最奇葩的发言把古人雷得外焦里嫩。
我们很快发现，这个王府并不平静。瑞王身子弱，宫里和朝中很多人都觊觎他的权势。有一次，一个自称神医的道士来王府，说是来给瑞王续命，其实是想偷王府地图。我小声提醒赵烨，我看这道士鬼鬼祟祟的，他不是好人。赵烨嗤笑，这种江湖骗子我在现代见多了，看我的。他拿出一个小铜镜，对着道士的脸照了照，然后故作玄虚，道长，我观你印堂发黑，面色枯黄，肾气不足，明显就是天天熬夜玩手机，导致肝火旺盛，严重脱发，而且你的发际线也太高了吧。道士吓得浮尘都掉了，一边摸着自己光秃秃的头顶，一边狼狈逃走。我真是服了赵烨，他每次都能用最奇葩的方式把危机化解，顺便还能把对方气走。在这种鸡飞狗跳的日子里，我和赵烨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我们俩从一开始的互相嫌弃，但又缺一不可。有一次，我半夜饿醒，想找点吃的，结果在厨房撞见赵烨，正鬼鬼祟祟煮泡面。他得意洋洋，这是我在古代研究出来的方便面，用面条、肉干和辣椒粉混合煮，堪称古代美食黑科技。我尝了一口，直接惊了。赵烨，你简直是个天才，这比古代那些清汤寡水好吃100倍。他看着我，脸上难得露出一丝温柔，只要你喜欢，以后我天天给你做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后花园研究植物，不小心被毒蛇咬了，赵烨急得脸都白了。他冲过来，一把将我抱起，直接冲回王府。李佳佳，你这个笨蛋，都跟你说了，古代生态环境比现代恶劣100倍，不能乱摸东西，万一你死了，我一个人怎么回去啊？他一边骂，一边熟练帮我吸出毒血，又用我教他的急救知识帮我处理伤口。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这个平时嘴欠又傲娇的赵烨，其实比任何人都关心我。我问他，赵烨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他脸色一红，扭过头，嘴硬道，谁会喜欢你这个脾气暴躁，只知道抠脚的女人？我只是怕我一个人回去太无聊而已。就在我们俩越来越暧昧的时候，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了水面。我们发现这个王府，这个朝代，竟然真的像一个巨大的游戏世界。赵烨凭借程序员直觉，在王府书房里发现了一本残缺的笔记，笔记上写着现代词汇，还有奇怪符号。赵烨激动地说，李佳佳，我怀疑我们穿越的不是历史，而是未完成的全息模拟游戏。我惊呆了，什么意思？赵烨深吸一口气，意思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人，包括这个皇帝，都可能是 NPC， 而我们是意外闯入的玩家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那瑞王呢？我这个王妃呢？是不是也有真正的瑞王和王妃被我们顶替了？赵烨脸色凝重，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。这本笔记的作者似乎也是个穿越者，他提到了一个任务，如果不能完成，我们可能永远回不去了。更诡异的是，当我们做出一些不符合人设的行为时，比如赵烨大声说出网速，周围的 NPC 就会短暂卡顿，眼神呆滞几秒，这让我们确信我们真的闯入了一个游戏世界。笔记上最终解读出来的任务竟然是百年好合，子嗣兴旺。我和赵烨当场傻眼，什么鬼任务还要百年好合？我脸红得像猴屁股，赵烨也尴尬地挠头，这怎么看都像夫妻任务，而且子嗣兴旺是什么鬼？我们俩假扮夫妻，怎么生孩子？就在这时，王府外传来圣旨，皇上派人来催促瑞王夫妇早日为皇家开枝散叶。我和赵烨绝望对视，
这任务简直把我们逼上梁山。赵烨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李佳佳，看来我们回不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完成这个坑爹任务。我叹了口气，好吧，为了回家，我忍了。但说好了，回去了你得请我吃1个月麻辣小龙虾，还要包我下半辈子的奶茶钱。赵烨笑了，伸手把我轻轻拉入怀中，他在我耳边低语，还有，我要你每天晚上给我讲睡前故事，讲你以前加班猝死前遇到的奇葩客户。红烛摇曳，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甜味。或许这趟穿越一开始是意外，但最终却变成一场最完美的100年好合任务。所以说啊，各位单身狗们，别老宅在家里打游戏，万一哪天计算机蓝屏，你也能穿越到古代，和你的死对头上演一场被迫营业的甜宠大戏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也想穿越回去当王妃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您的打翻故事茶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在评论区留言。我的网页是 NPC，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